我来到台湾之后，发现会说韩语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呢，来台湾旅游的爱上台湾的韩国人也越来越多了。随着台韩之间的交流变多，台韩情侣的数量想必也会持续增加吧。但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致命误解也频繁发生，我想至今应该也有不少男女就是因为这些文化差异造成的误会没能走到最后。所以这就是我在拍这个影片的原因，不是在说我。先说明一下，这部影片的前提是彼此都以认真交往为前提的恋爱。幸福的关系的话，完全不需要看我的影片，你们自己开心就好。这次的影片内容比较多，但是我觉得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还是得绑在一起一次说清楚比较好，所以做成了这一支影片，希望能对有需要的人有所帮助。开始，第一个因文化差异产生的矛盾顺序。如果要问我说台韩恋爱观最大的不同是什么，那我的答案会是顺序。另一个说法就是时间点的差异。这个差异呢，从交往前的阶段就会开始显现了。在台湾比例上来讲，交往前观察对方的时间通常比较长，短的话几个月，长的话几年。当这段所谓的暧昧期结束，并且正式交往之后呢，因为对对方的考验算是已经完成了，结束了，所以通常彼此会给对方完全的信任，真的就是完全的信任。但是在韩国是这样，通常呢，不管我们当朋友当了多久，就是交往前跟交往后的对方一定是个不同人吗？当朋友跟当情侣是一样的人吗？不一定啊。所以彼此有好感的话，并且到了一定的点的话，就直接先交往，再来互相了解。虽然因人而异，但是在韩国文化上，只要互相有好感，长的话就几周，短的话就几天。曾经有台湾的朋友问我说，韩国人怎么这么开放？我就想说奇怪，台湾才是世界级开放的不是吗？听了之后，哦，原来就是因为韩国人的这个很快就可以交往的文化的关系，然后就很会搭讪啊，有很多的 hunting bar。正是因为像这样交往的很快，所以在韩国呢，大家会更积极的尝试搭讪，没有错。搭讪的花样其实也非常多，也是没有错。所以韩国的恋综在韩国是很符合韩国当地文化的，而且在韩国说实在的，管你有没有男女朋友，只要你还没有结婚的话，还是有机会的。好像跟台湾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很重要的是，韩国这样看起来很开放的样子，都只会凸显在最前面，就是交往前。交往之后呢，就越来越不开放了，超级封闭。在我这个韩国人的眼里，台湾是交往前很封闭，交往之后呢就非常开放。所以甚至很多交往初期的韩国情侣反而会在肢体接触的那种进度上面会有所控制，因为尽管是在交往，但是依然是在认识彼此的过程。所以我觉得顺序文化的差异，连开始都还没有，这个开端期就是导致无数台韩男女没能成对的最大原因。再举一些例子，以韩国男生跟台湾女生为例子，当男生很快就主动告白的时候，很多台湾女生会觉得这个男生太快了 ，OK， 那就男生就决定等待啊。那个时候韩国男生一般会想的是，那我就等个几天吧，最长可能就1-2周吧。可是那个时候台湾女生想的可能最少是几个月，最长可能是几年也说不定。台湾人的寿命是韩国人的2倍哦，怎么等那么久？所以时间过了之后，男生也累了嘛。男生好不容易恢复平常心的时候，女生最后才敞开心门啊。所以这样的话，彼此的时间点就已经过了。性别反过来也一样，台湾男生告白的速度通常比韩国男生慢。整个台湾文化就是彼此当朋友的时间就比较长。当然，在韩国也是有很多情侣是当了很久朋友之后才交往的，但是整体上跟台湾的比例几乎是刚好颠倒过来的那种程度。假如你是火象星座或是那种性格的话，应该会比较合得来。第二个因文化差异产生的矛盾，决定时间。大家在台湾看到交往5年的情侣有什么感觉呢？没感觉哈，这什么烂问题？就是一对普通情侣嘛。8年的情侣呢？普通情侣嘛。但是在韩国很有趣，你们可以试试看。当你们在韩国跟韩国人说你们交往了5年的话，韩国人的反应通常都会是哇，진짜？试试看。在韩国的话，交往5年以上的情侣，绝大部分都会被周围人问说，所以你们什么时候要结婚？因为在韩国交往5年已经算是很久很久。其实目前我们台韩结婚率都在下降 ING， 这点我们都很像。但是有一个关键的差异，在台湾的话，维持长期的情侣关系而不结婚的人有很多。那我的观察是这样的台湾情侣什么时候结婚呢？有了小孩就结婚。那在韩国交往的话呢，我直接这样讲好了，我觉得男女差不多过了25岁左右就都会这样。通常1年，最长我抓个3年定胜负。所谓3年指的是这段时间内，不管男女都会判断对方是否可以结婚的对象，并且做出最后的判断。什么判断？要不要继续交往？没有要交往了就提分手，或者是准备提分手。继续交往就开始介绍给什么家人啊，开始谈未来啊。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这个文化是台湾人跟韩国人彼此都会有点羡慕彼此的文化。当我跟韩国朋友聊到这个台湾文化的时候，很多韩国朋友们都觉得这个爱
情很淳朴、很浪漫。也许这也是为什么台湾的爱情电影在韩国很受欢迎，因为台湾的恋爱方式是在韩国已经很难找到的那种像童话般青涩的台湾感性，而我也希望台湾能继续保有这样的文化。然而，当我跟台湾人提到这个韩国的文化时，也有不少人表示羡慕。为什么？因为韩国这样快速了断的方式，表面上看起来很残忍是没有错，但是背后的意义是不浪费彼此人生的恋爱嘛。虽然也有人是因为深爱而长久交往，但是毕竟也有人是因为交往太久了，都不知道该怎么分手，或只是已经习惯了。的确，韩国这种文化的初衷就是为了不浪费对方的青春。如果不能结婚负责，不如早点分手，反而是对对方的尊重。所以也许会有少数的例外，但是我推荐，当你跟韩国人要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呢，尽量不要想尝试跟台湾人一样可以谈很久的那种恋爱，这样应该比较好。第三个因文化差异产生的矛盾，人际关系。即使没有学过中文的韩国人，也一定知道的几个中文的词汇有：你好、谢谢、大哥。不要想猜不是，反正其中一个就是关系。关系这两个字真的所有的韩国人都知道，韩国人也知道，华人圈很重视人脉跟人际关系。其实我们韩国人是把这个中文的关系解读为做生意的这个生意上面的人脉啦，而我感受到台湾人更倾向于以和为贵的哲学生活。台湾人非常重视所有的关系，而且这种文化也会带入恋爱当中。然而这个文化往往会造成台韩情侣之间天大的误会。第一个例子就是异性闺蜜文化，这个文化在韩国是很难接受的文化，哪怕是同志也是很难接受的。在台湾有时候也会看到那种男生朋友、女生朋友大家一起去哪里玩啊，这样的情况在韩国完全是禁忌。第二个例子就是跟前男友、前女友保持联系，在韩国呢，你的前任已经有别的对象的时候呢，有很多的禁忌，不是什么联不联系的问题，那是当然的，在公开场合上连提都不要提是最好的。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假如前女友跟别人结婚了，他的结婚典礼绝对不能去，那他也绝对不能发喜帖给我，这我还需要说吗？因为我在台湾好像看到很多这样的情况，真的哇哦太神奇了，因为真的文化不一样。在台湾我现在可以接受，可是哇 OK。 另外一个就是例如前任的家人过世，我也不好参加丧礼，除非真的就是对方有请我来这样。在韩国网络上也会为这种事情吵来吵去，大家会吵来吵去，就干脆不要去了，因为在韩国分手了就要在彼此的人生当中彻底的删除掉彼此。可是在台湾，除非你们真的是变成仇家，分手之后都会维持好的关系。我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慢慢接受这个文化，那更何况是对台湾文化完全不熟悉的韩国人呢？一般的韩国人真的很难接受。但是我这样说不是要台湾人单方面要去改变什么的，我希望彼此要理解这个文化的差异，是双方都要彼此沟通，并且都要一起改变。第三个例子就是当第三者告白的时候拒绝的方式的差异。在韩国呢，不管自己有没有对象，有人告白的时候想拒绝的话呢，一定要非常明确又具体的表明自己的立场，不然的话对方会以为自己还有机会。你要很明确的表明自己的立场，在韩国这样反而才是一种尊重。那假如你是有交往的对象的话，更得这样，不然你的对象会认为你要偷偷养殖渔场，会有天大的误会。可是在台湾呢，很多人最常用的方式是什么？淡出，想说不想伤到对方之类的。在台湾的话呢，也是因为我前面讲到的各种文化的因素，可能使用淡出的方式应该就是目前最恰当的，对方可能用这种方式应该就死心了吧，对吗？应该是这样吧？你确定了？我是真的不知道，应该是这招目前是最有用，所以大家才会这样用，对吧？可是在韩国真的不一定哦。反正假如你的对象是韩国人，不管是韩国男生或者是韩国女生，当他知道了你的拒绝方式是这样的话，他应该会哇，你们要好好沟通。这文化不仅是台韩情侣之间会出现的问题，好像很多台湾人去韩国玩的时候也会出现，就是被搭讪的时候啊，然后那个时候你们可能用台湾的方式去应付的话，可能就会出现问题。你在韩国被搭讪，然后那个人很丑，你不喜欢，那你要用韩国的方式来拒绝对方。当然我不是要你说你很丑，你的眼睛长在下巴下，不是这样子，就只是很明确的跟他说不要就对了。因为你用台湾的方式的话，在韩国人的理解上根本不像是在拒绝，然后就一直这样拖到很久，最后对方才发现是真的是完全被拒绝的话，哇，那才会让他感觉到他好像是被耍了。第四个因文化差异产生的矛盾，
家庭。跟韩国相比，台湾的父母亲对子女的选择给予惊人的尊重，某种程度上是你的人生你自己负责的那种教育观。在谈恋爱的部分，甚至要结婚的时候呢，台湾的父母亲通常也倾向于只要你喜欢就好。哇，这对韩国人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文化冲击。通常传统的韩国父母亲认为，直到看到孩子们结婚是身为父母亲该抵达的终点站。虽然时代在变化，但是这种名为责任心的框架，我想依然会继续存在。而且在深受儒教文化影响的韩国，孝顺是人生的最重要的目标。所以呢，父母亲的意见绝对难以忽视。所以韩国的父母亲在子女挑选对象的时候，拥有极大的话语权，甚至决定权。当然，这个产生的副作用就是一些韩国的父母亲对子女的恋爱甚至结婚有高度的干涉。很多的情侣即使相爱，若父母亲的反对，也难以成婚。现在虽然国际结婚变得很多，观念也都在改变了，但是我觉得在韩国要彻底翻转这个文化，应该还要很久。所以在交往的期间呢，台湾人也许会有很多次无法理解说，为什么你一定要那么看家人的脸色啊？你是不是妈宝啊？韩国对爸妈的孝道跟那种妈宝完全不一样。可是台湾人可能会觉得说，结婚不就是两人之间的事情可是我先说清楚，结婚在韩国不是两人之间的事情，在韩国结婚不是两人在结的，而是两个家庭在结的。我这样讲大家应该有道理，可能会这样想。可是这不是文字上的，在韩国这概念指的是反正不是只有你们两个人能决定就对了。所以当对方为了这种事情烦恼的时候呢，希望台湾人也知道这个文化差异，然后一起烦恼，而不是把它丢在一边，不然对方会感到很孤单。因为这个烦恼至少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好的，其他的部分我就用比较短的影片就可以了。我觉得最重要的、最知名的都在这个影片里面。我们结婚率、出生率都已经见底了，快出石油来了。那谁知道有哪一天会有奇迹发生，有股台韩爱情风潮？如果我的影片能减少那么一点点因为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的不必要的误解，哇，那就太棒了。感谢你们看到这边，爱是伟大的，因为爱。